少彤，来，我炖了你最爱的美颜甜汤——枸杞桃胶炖雪梨呀。谢谢你啊。来，趁热喝。你怎么不喝啊？煮的不好喝，当然就不想喝啦。不是啊，是我心急，不知道阿四跟婷婷进展的怎么样啊？哦，你心急的话，我有个好办法，你跟着我做深呼吸，吸，再来试。你以为现在是生孩子还是打气功啊？哎，少彤啊，其实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，可以让你分散注意力的。什么更好的办法？哦，做功课啊，就是婷婷给你做的那个功课啊。哦，对，那个是我去找婷婷的一个借口。不做白不做，试试看。我拿给你啊，试试看吧。哎，那哎呀，你那里知道放哪里？列一个表，列出要选择的人的10个优点和不选择他的10个缺点，加以对照，就能更清楚知道自己的心意。10个优点我肯定有，思文就应该没有了。谁说没有的？少彤，你说。努力的想，努力的想，大家都有。听到没有？喂，是，我是阿姑姑。好，我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。什么事啊？阿四出了车祸，进了医院了。啊？叶师兄，阿叔出车祸了，现在在医院呢。有没有听见我说话？阿四出车祸了。没车祸呀？就车子撞车子啊。他没死吧？当然没死，只是受了点伤。没死就行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终于找到一些穿越的苗头了。我们回大明有望。那个李技师啊，千万不能死。王新成。是啊，你为什么不住院，让医生多观察几天？万一有什么后遗症怎么办啊？姑姑，我真的没事。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出车祸？我真的是走神了。是不是你跟婷婷的事情不顺利？发生什么事？快跟姑姑说啊！姑姑，要不我们把这间店卖了吧？这间店是我的枷锁，而我却是姑姑你的枷锁。把店卖了，姑姑你可以去买一间屋子住，我也可以离开这里，这样子每个人都会轻松一点。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了。我们把店卖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把店卖了，只要卖了，你能够开心过你想要过的生活，那就卖吧。人生只活那么一次，我要看到阿诗开开心心、幸福快乐，其他事情都不重要。什么？要把仙草堂给卖了？不是吧，姑姑？没错，好端端的，为什么把店给卖了呢？是不是阿四决定要卖的？反正我们年年都亏钱，
如果不是自己的产业，我们早就破产了。这间店是最值钱的，把它卖了，我就不用拖累你们，大家都能得到解脱。不行啊，姑姑，仙草堂可是百年基业，不能卖的啊，太可惜了。仙草堂的招牌，从中医诊所到药膳餐厅，都有100多年的历史。有舍才有得，店是死的，名誉是虚的，活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，对吗？那到时店卖了，你跟阿世会住哪里啊？阿世说他会离开这里，买一间房子给我住。那到时候你会选择和谁住啊？阿世，你还好吗？觉得怎么样？我没事。来，过来，过来吃点东西。我不饿。不饿也要吃一点，这是我特地为你熬的忘忧汤呢。忘忧汤。萱草，在我们那也叫忘忧草，它可以让你解渴消烦、心平气和、无忧郁。我们这里叫金针花。我还加了点豆腐和猪肉呢，在慢火炖了1个时辰。过来吃点，过来。何必呢？何必为我这种人浪费时间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我做了那么多错事，每件错事都是身边的人解决的，现在连你也要为我操心。傻孩子，人生岂会没有一点不顺心呢？啊，凡事看开一点，心胸阔大一点，事情慢慢会顺利起来的。我这辈子有顺利过吗？我这辈子有顺利过吗？不会再有顺利的事情了。阿世，你怎么可以遇到小小的问题就如此颓废呢？难道你的人生只有爱情吗？还是说，你的人生只有婷婷姑娘一个人，没有其他你爱的人了吗？姑姑那么爱你，你有整间仙草堂，你又那么年轻，怎么可以说自己不会再有顺利的事情？你知道，李时珍14岁考上秀才，他爹爹要他考取功名，反对他行医，他是花了10年的时间去争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身如逆水泉，心比铁石坚，望父全而至，至死不怕难。这是他写的。阿世，你是他的后人，你应该传承他的壮志。仙草堂是你父辈留下来的百年基业，你不可以这样子把它丢掉的。说得对。我跟你说那么多，是希望你可以振作起来。不过我知道，这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一步一步来，从第一步，最简单的开始，好不好？那你现在先把汤喝一喝，喝了好好睡个觉，睡醒以后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想不想吃点白饭？我帮你盛一碗。谢谢你。不用谢。
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关心。跟你说，我最近看了很多关于穿越的电视剧，我都发现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在穿越之前，都会有一瞬间，或者是一道光，然后他们就穿越。那是生死一瞬间。生死一瞬间，你知道啊？有一些人要死的时候，被救回来了，听说会看到一道光，我想应该是生死一瞬间。好，那你今天就好好休息，我们明天去寻找这个生死一瞬间。我不想穿越了。再说一遍，我不想穿越了。为何？我要向前看，我不要再回到过去了。好，我不勉强你。你不想穿越也好，你帮我去找一个科学家。我不认识什么科学家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又不帮我们穿越，又不帮我们去找科学家，你耍我和罗师妹啊？好了，还在说穿越，你别打扰阿诗吃饭休息。师妹，对如此言而无信之人，你还对他关怀备至，你傻不傻呀？还吃什么饭啊？喂，你莫名其妙，你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你推我，你有什么事明天再说，行不行？行。哼，我去帮你盛多一碗啊。李技师，应该放下了。他现在过得很好，不是吗？你应该让姑姑放心，好好做好餐厅，忘了他，这样才是对他最好的。对。这样对每个人都好。以后我要你做什么，你就去做。是。你有事要跟我谈？阿诗他都告诉我了。他说，当年为了给你治脚踝，帮你针灸，结果没有注意到禁忌，因此误了你的一生。婷婷姑娘，这些年你辛苦了。是他要你过来，帮他说好话的吗？他没让我来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当年他初学战练，你怎么还愿意让他帮你针灸？你就不怕会出事吗？当年他很积极的在学中医，充满着热忱，我就答应帮他了。你对他真好。我只是想要帮他建立一点信心。那你知道，他如今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了吗？自从那件事后，他再没帮人针灸了。
他放弃了要当中医师的志愿，他愧疚，无法原谅自己，每天就这样颓废度日。他还试过轻生呢。那么多年来，阿诗所受的苦和折磨，绝对不会比你小的。婷婷姑娘，事情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，阿诗也受到应得的惩罚。姑娘，你又为何放不开呢？你不是我，你不会了解我的痛。明义不懂，但我想让你知道，阿诗真是为了你什么都愿意做的，她连命都可以不要啊！你知道，自从她遇上我和毕师兄，就每天在想那穿越之法。穿越之法，穿越回到过去，她想改变过去。这是阿诗的，你看了就明白了。这些年来，她满脑子就一件事情。我怎么在这里啊？玉大人，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你流鼻血了？你是不是对我做什么了啊？是你要我带你来这里的。我要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今天是穿越的重要日子。你带我来这里，是为了穿越？没错。之前我们找的那些资料，都是从电视剧、小说、漫画里面看到的，那些都是虚构的，没有根据的。科学家已经说过，这是有可能的。不然，我和罗师妹是怎么来的？你如何解释？我知道，但是我们用的那些方法，它未必可行啊。没试过，又怎知不可行？你想想，若你和婷婷姑娘能回到过去，你们就能双宿双栖，岂不美哉？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，不过后来明一跟我说，与其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方法，倒不如努力追求婷婷，让她原谅我。依我所看，婷婷姑娘，她这辈子也不会原谅你。你想与她在一起，是难如登天。就算不能够跟她在一起，我也希望她一辈子开心、幸福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你是否愿意为婷婷姑娘的幸福做任何事？好样的！能改变婷婷姑娘一生的人，舍你其谁？你看，天边已乌云密布，等到时辰一到，雷电交加之时，我们就可以穿越回去，你就能英雄救美。你真的有把握吗？等一下你就知道。阿诗，阿诗，婷婷姑娘来看你了。跑哪去了呀？打雷前急速前来海滩，地点在电脑。不如你跟我说一说，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方式穿越啊？反正罗师妹还没有来，就不妨跟你说一下。我昨晚跟你说过，我发现所有穿越的情景
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生死一瞬间。这个我知道，那些电视剧里面的剧情都是大同小异的。我之前也想要制造过生死一瞬间，可是我担心，如果没穿越，人反而死了，那不是很糟糕？所以我想到一个法子。什么法子啊？等一下，等雷雨交加之际，我们就在海的中间，用逆水的方式去寻找生死一瞬间。那不是很危险？要不然我们先彩排。何谓彩排？彩排就是在进行某一件事情之前，我们先排练。那不是假的吗？假的如何寻找生死一瞬间呢？那万一我们抓不到那个生死一瞬间，我们就真的穿越了，就穿越去地府了。我们不会是要我一个人做吧？没错。你疯了！你把我当成白老鼠啊！救命啊！有人谋杀！救命！你这个家伙，刚才口口声声地说愿意为婷婷姑娘的幸福做任何事，你怎可出尔反尔，临阵退缩？婷婷姑娘，你能不能快一点啊？如果阿诗穿越了，你就再也见不到她了。你说的穿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穿越就是穿越时间空间，穿越回大明。我跟毕师兄都不是这里的人，我们是大明的人，需要回去啊。阿诗就是知道这穿越之法，才收留我和毕师兄的。怎么一会儿就憋不住了？不行了，很难受，会死了。我问你，有没有看到光？啊，没有。那就是还没有到生死一瞬间。你既然已经下定决心，就要坚持下去，不然就会前功尽弃。来，再来！打雷了！打雷了！可以穿越了！坚持住，坚持住！即使不会游泳，还得救他！发什么疯啊！他马上就可以穿越了！阿诗，即使，阿诗，阿诗，阿诗。即使醒醒啊！即使，醒醒啊！即使。怎么突然就亲热起来？我哪知道啊！醒醒啊！阿诗，阿诗，阿诗，你怎么样？啊？阿诗，阿诗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哈？明一。婷婷，这什么年代了？你为什么这么想要穿越？干嘛相信他们的话呢？我们失败了。若不是他从中作梗，你就已经穿越回去了。你到底是谁？即使差点就被你淹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只有这么做，才可以穿越回去。你为了穿越不择手段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阿诗因为这样死了，你该如何？若真如此，那也是天意。
为何这样看我？是他自己心甘情愿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，也要穿越回去了。只要穿越回去，他就可以阻止车祸的发生。没有车祸，你的脚就不会跛，你的脚不跛，你就不会恨他，你不恨他，你们两个就可以双宿双栖了。 阿世啊，你刚才去海边干什么？闪电打雷的，很危险啊！你是不是又想要去？姑姑，我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姑姑，我要重新振作，我要把仙草堂的生意做起来。为什么你突然？我之前说的那些要卖店、要离家出走的，你当我没说好不好？ 老板娘，他只是感染了一点风寒，无需担心。我不担心，我只是很开心。开心？开心就好。明丽啊，你煮了什么？哦，我用葱白熬了些鱼粥给阿世，有助风寒的。阿世，我现在不想吃。那待会吃。老板娘。 你也忙活了一整天，先去歇息吧。阿世有我们照顾就行了。正是要谢谢你们一直对阿世无微不至的照顾。阿世有你们这些好朋友，真是太好了。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。既然是朋友，定是会关怀的。那我先出去，你好好休息啊。谢谢你们啦。 你没有大碍吧？假惺惺，恬不知耻。谁假惺惺？你不要以为我听不到，我是真心关心他的。你也真是的，啊，只是泡在水里一会儿，就病成这个样子，你的身子真太弱。什么泡在水里一阵子啊？你快把他给淹死了！明一，小声一点。 我知道你急着回大明，但是不要拿别人的生命来开玩笑。这里不是明朝，谋杀是要坐牢的。我不是要杀你，我是在帮你，你懂吗？我不管啊，我不准你再让我做你穿越的试验品，你同不同意？不同意，你现在离开我家。好。说回方才的事情。 你在寻找生死一瞬间的当儿，有什么特殊的感觉？什么感觉啊？害怕呀！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，你有没有看到一道光？有没有麻麻的、暖暖的任何感觉？好了，你别问了，让阿世好好休息。你出去。我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他。出去呀你！你推我做什么？我要你发誓。 从现在开始，不准再跟阿世提穿越之事，也不准你再伤害阿世了。我本来就没有想过要伤害他，为何要发誓？我不管，你若不发誓，我绝不放过你。不放过我，你能怎样？又不够我打。怎么样？认输了没有啊？啊！你来真的？ 我打不过你吗？啊！你没心没肺啊！进房间不懂得敲门的，我为何要敲门？进房间前要敲门，这是基本礼貌。
3岁小孩子都会的。本大人心情不好，你不要惹我。哇，现在受宠了，懂得摆架子了，总有一天呢、我要让少彤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还有啊，不要那么早休息啊，大堂的地啊还要你去拖的。龙游浅水造虾蟹，我堂堂锦衣卫，沦落至此，我毕正怎能受此晦气？蚯蚓、葫芦、鸡蛋、豆芽、鸡蛋。潇洒，来，钱还给你。哎呀，不急不急，你先留着嘛。之前因为要赔偿本林的，逼不得跟你借钱。现在我们已经没事了，钱要赶紧还给你的。哎呀，真的不急的。我这笔钱呢，原本是将来啊要给亮亮读书用的，你先留着周转。你都说了，这是将来亮亮的学费，你就更应该拿去，不要推来推去了。我和你之间还要分彼此的吗？我的就是你的嘛。虽然我没什么钱，但是啊，只要你有需要，我一定倾家荡产，一定帮你。谢谢你啊，我真的很幸运，有你跟思温2个那么好的朋友，要不然我真的不懂怎么挨下去。对了，思文借了你多少钱？跟你差不多。有没有搞错啊？那他太吝啬了吧？他修理手机的生意那么好，存款点比我多的嘛。我就不一样了，就算我钱包里面了只剩下1毛钱，我也会全部拿给你的。谢谢你。老板娘，哎，想要问你一样东西。问吧。我无意间看到一个符号，好像是一条弯曲的蛇，中间被一条树枝串起来，这是什么符号？哦，你是说 dollar sign， 那表示钱的意思啊？哇，这你都不懂，你是装傻还是真笨啊？那这个符号后面还有一串数字：蚯蚓、葫芦、鸡蛋、豆芽、鸡蛋。等等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来来来，写下来。哦，38090，这表示38090块。那如果有人存了3万多块，算是富有吗？算不错了，比一般人好，至少比我好。我就没有这么多储蓄。怎么这么问啊？没事，只是随便问一下。谢谢你，老板娘。不用客气。怎么了？你生病了？我请你喝口水。你竟然偷看我的银行收据！什么是银行收据？你不要装傻了。为什么刚才你说的那个数字那么巧，和我银行存的钱？哦，原来潇洒兄如此富有。你还故意在少彤面前提起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也没有什么目的，只不过潇洒兄如此富有，却在老板娘面前装穷。若是老板娘知道了，那这情深意重的戏码就不太感人了。你现在是在威胁我？说，你有什么条件？请坐。说吧。潇洒兄，我要你帮我找一位科学家。什么科学家？一位懂得穿越之法的科学家。穿越？
我要这位科学家助我回大明。你今天是忘记吃药，还是在跟我开玩笑啊？只要你帮我找到这位能助我回大明的科学家，你富有的这个秘密就会烂在我肚子里，我绝不泄露。好，我帮你安排。哎，科学家到底在哪里？你是不是骗我？哎呀，我骗你有钱赚吗？科学家要帮国家做研究，很忙的，给多一点耐心。哎，你看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长得跟电视里面的一模一样。科学家都长这个样子。哎，博士，谢谢你抽空出来见我们啊。我很忙的，要搞研究的，找我出来干嘛？是这样子，我有一个朋友呢，他需要你的帮忙。你需要什么帮忙？你真的是科学家？有何证明？干嘛这样？我好不容易请他出来的，你还怀疑他？我不是怀疑他，我是怀疑你。那你怀疑我，那我没有办法了。艾博士，不好意思啊，不需要你帮忙了。不行，我们是搞科学研究的，最擅长的就是证明。你要我证明，我就带你到我工作的地方。哇，太好了！我一直都想进去参观你的 lab， 可是我的 lab 太多机密，只能够带一个人去。最多这样吧，我多付你一些钱。哎，这些钱不是给我的，是给伟大的科学研究的。哎，是，只能带一个人，是你进还是他进？哎呀，这样就太可惜了。那就他去。请问如何称呼？你可以叫我爱迪生博士。爱迪生博士。今日真的是大开眼界，不虚此行。现在相信我是科学家了吧？爱迪生博士，才华横溢，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适才无礼之处，请爱迪生博士见谅。好。先生，您可会发明穿越的机器？嗯？你不会？我这个穿越机器的计划是个秘密，你怎么知道？要死！大侠，太用力了！失礼了，爱迪生博士。博士，只因我寻找这个穿越之法多时，今日终于可以看到曙光啊！还请爱迪生博士鼎力相助。阿诗啊，你发什么呆呀？你猜谁来了？婷婷姑娘在楼下哦。他来了。是啊，来看你啊。喂，你去哪呀？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模样，想下去吓坏人家？去剃个胡子，换个衣服吧。我已经很久没来了，不过这里感觉一点都没变。是啊，我们一直都没变，怀旧嘛，是不是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？阿诗，来，婷婷来了，快坐下来招待人家。你来了。本来阿诗是生病的，一听到你要来，她就生龙活虎了。你好点了吗？没事，小事。
坐下来啊。你们两个慢慢聊，我进厨房。你的脸怎么了？哦，我刚才刮胡子的时候不小心刮到了。还是老样子，做事情慌慌张张的。我没有想到你会来这里。我今天是要来跟你道歉的。道歉？嗯。这些年，我过得一点都不开心。发生那场意外之后，我每天把自己当成是受害者，但我没有想过你会过得比我更不开心。我现在至少还有一点点小成就，但你因为对我感到愧疚，变得一蹶不振。回想起来，我也有责任。当初是我自愿让你帮我拯救的，所以我不该把所有的错都怪在你头上。对不起。谢谢你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再为以前的事被捆绑住，这样太不值得了。时光不能倒流，所以我们应该向前走，继续活着，而且一定要开开心心的。我们还能不能做朋友？是爱如此真实，一打开无法收拾。我宁愿清醒的太迟，不敢放肆一次，等待继续太讽刺。可是爱无需解释，再难爱的也不会停止。我会让我的心坚持一次，跟随你，像一道影子。可是爱不需解释，再难爱